大家好，我是不点。我大概是在2021年的5月份入境中国，然后做了该做的核酸啊、隔离啊，在成都都做完。大概从6月多开始吧，进入到新疆，总共一个人自驾游在新疆玩了大概有4个多月左右吧。就我发现到说，我在网络上并没有找到像新疆玩的该留意或注意的事项那样子，而且我发现到有很多，但都是不准确的，所以我想说，就做一个简单的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新疆的过程，还有该注意的事项。台胞要怎么去新疆？只要台胞证就可以进入到新疆。一旦你进到新疆的范围之后，它会有检查站，然后你就得下车登记，然后估计会要求你做核酸。那看疫情的情况的话，不一定呢，主要是看疫情的情况，有些地方是24小时，有些地方是48小时、72小时。北疆好玩还是南疆好玩？北疆跟南疆是不一样的，北疆算是大草原啊，那种你知道有水啊，那种瀑布河流会比较多。南疆是完全就是沙漠那种，所以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有不同的感觉。然后再往西边更西边走的话，就是帕米尔高原嘛。那我都建议你觉得最值得去的新疆区域？吐鲁番、喀纳斯、伊利、喀什、帕米尔高原，这个还有如果想要看沙漠，这种很广的沙漠，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就能的话就不要错过。去新疆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要有心理准备好，就是说你会不停的做核酸，加油必须刷身份证，因为他们的身份证有个晶片身份证去刷，会登记是谁去买油什么的。然后我们的台胞证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反正起码我的现在台胞证是刷不了他们那个系统，所以还好我开的是柴油车，因为柴油是烧不起来的嘛，算是一个很安全的燃料。然后我一路加柴油，跟他们聊一聊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开的是汽油车的话，那我估计很大机会我是加不了油的。还有那个煤气罐、刀具、备用油桶，在当地都是违禁品，是不能带的，所以这个要注意。边防证，如果你去的地方是边境的话，一定要提前办理边防证。那边防证办理的话，对不对？你一定要提早跟公安咨询好在哪里办理，因为距离可能会很远，就是你的景区跟你的边防证办理的地方可能中间差几百公里，你知道？因为他们当地的人办边防证有很多是在他们当地户口那边，就是他们在他们家的地方就已经办好了，然后我们不一样，我们得在新疆当地他们专门办的地方去办理，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如果你没有办理到景区，然后你没有边防证，如果他们有要求的话，你是进不去的。得到县里去办，但是你镇上他没有那个级别。那边防证有期限，那还得记得边防证一定要盖章。没有盖章啊！还有就是那个记得就是说，如果过去玩啊、拍照啊那些什么录像，除了他们说不能拍摄的地方你不能拍，然后不能飞航拍机的地方不能飞，军队不能拍，边境不能拍，公安系统的检查站也不能拍，还有疫情防控类的也不能拍，安检也不要拍。请大家保持2米，这里不能拍10秒，不能拍。他们说别做就别做，就没什么问题。还有如果你不是经常来内地的，但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内地现在全部都是电子支付了，他们都是用微信支付或者用支付宝支付。如果你带现金的话，我相信你还是付得了钱，但是他们找钱会很麻烦，所以我强烈3次强烈，真的是尽可能办好那个网络支付，就是电子支付、微信支付那些的，然后再进来，然后那个信用卡基本上是用不了的。新疆安全吗？我觉得非常安全吧，因为一条街上2-3个公安厅、巡逻车，各种地方都是巡逻的公安，我完全感觉不到一丝丝的不安全，所以这一点不用担心，很安全的。给未来想来新疆玩的朋友的意见。
时间一定要保持充足，你知道吧？就是说，台湾可能比较小，你知道吧？就是说每个点跟每个点很近，然后你可能可以安排好说10点到那，然后晚吃，然后泡个温泉，然后再下个点去什么地方，然后晚上几点去哪里的碰，甚至回家之后晚上再约朋友唱 K 什么的。这在新疆你要这样玩，不可能，因为它的点跟点距离太远了，就是说你随便就是300、500、1000多公里，你知道吧？就基本上还有很多路况嘛，就是说可能来个冬天下大雨，来个土石流，这99%的99%的路况都非常好了，你知道，你不用担心。但是还是有路况，因为有 detour 的地方，就是你不管任何情况，你得绕路的时候，你的时间上一绕就是几百公里，你知道。我在新疆境内，绕的路就是没有照我计划，我得绕路，我光是绕路就要以上千公里来计算。对，凡事都很有计划，然后你打算去新疆玩个2-3个礼拜，然后除非你是参加团，然后坐的人家坐的包车吧，你知道吧？那种你可以在时间之内，他们都是已经设计好的，你也可以达到。如果你是自由行、自驾游，你在路上所碰到的会有碰到太多不同的变化了，所以很难达到你所计划的。我不能说合理安排，应该要给一个相当充裕的时间，你知道吧？去安排你这个新疆的自由行。我说的自由行，你知道，如果你是包团那无所谓。在新疆你有现车吗？在新疆现车倒是没有遇到，不过车子倒是有一路上碰到问题。然后最后的现车是在成都县的，真的限了，可能要升级一下了。好，过不去这个水泥的地方。新疆里面没有现车，他们说没到喀什就等于没去过新疆，是真的吗？这是真的，真的值得去一次，因为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边还留了很多当地的人文风貌吧。这个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帮我点个赞。然后，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欢迎私讯。我做这一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发现到不在这个平台，但是在别的平台上的话，就是在整个境内里面有很多相当的台湾人或台胞都有问我说去新疆的这些注意事项跟细节。那我想说，干脆就直接做一期，然后把它放到网络上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